好，大家好，我是兴趣神的摄影师 Enzo。那今天要来介绍的机子呢，就是2019年 Sigma 竟然发表了一台全世界最轻的全幅无反。2013年的时候呢 ，Sony 推出了全世界第一台全片幅无反，就是 Sony A7。那当年可以说是轰动整个摄影界，就是全片幅终于做到那么小台。那其实现在 Sony 都在打规格战，还有专业化，所以说其实现在的全幅无反反而都越来越重了。像是 Panasonic 的 S1 还是800多克，是它的2倍重。那 Sony 的相机也是越来越重了。那反倒是 Sigma 在现在这个这么特殊的时间点，推出了一台全片幅无反相机，而且才370克，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厂商。因为 Sigma 以往我们都知道，它的镜头素质都很高，但是相对来说都被大家戏称为是 Bigma， 就是它的镜头都非常非常大颗，被大家称作是 Bigma 的厂商，却推出了一台全世界最小的无反。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期待，就是这台相机的整体摄影表现。准备哦，3、2、1。那看完前面实拍呢，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各位聊一下，就是我们专业使用者其实都不太 care 所谓的 JPG 直出的色调，我也不太喜欢去比较每家的 JPG 直出的色调，因为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你的风格其实重点是在于你事后后置所呈现出来的效果跟色调，所以说我们都比较 care 所谓弱档的动态范围，还有 ISO 表现这样子。那当然，撇开那个来说好了 ，Sigma FP 是一台全片幅无反相机，然后 Sigma 这一次新增了多种的色调。那最引人注目的呢，就是 Teal and Orange。那这个色调呢，其实是好莱坞常见的色调，像是电影的雨果，大家稍微搜寻一下就知道，它整部电影都是蓝色跟橘色这样子。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这一次这个色调的实拍。他在拍人像的时候非常的好看，像是城市的背景都会呈现蓝蓝的感觉，那人物的话都会呈现橘橘的感觉，非常有电影味。对于直出拍来讲的话，就是你不喜欢后置的话，这台相机其实是非常可以纳入考量的。那像是 Ricoh GR， 就因为它的直出色调非常的好看，所以也蛮多人是冲着这点去做购买的。那这次这个色调呢，我相信多少都可以吸引到蛮多直出拍的用户，你有全片幅的感光元件，可以拍出这么浅的景深，又可以直出出非常电影感的色调，我相信这是一个蛮大的诱因。那对焦方面的话，其实这是网友非常在意的部分。那这台相机其实只有49点的对比式对焦点，这个其实我们用规格看就知道啊，这台相机对焦绝对不会很强。那我给各位比较一下，就是它跟 A73 对比在自动对焦下的表现是如何。那我先给各位看 AFS 的部分，就是单次自动对焦。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它跟 A73 的表现是差不多的，它的 AF 是确实是可以用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到了 AFC 的状态，就是连续自动对焦。这一点其实有网友蛮在意的，就是他说这台相机能不能拿来拍运动。那我先给各位看 A73 的对焦表现。那我们可以看到 A73 呢，它的泡泡对焦是完全粘在那一杯麦当劳的饮料上面的。那如果现在换到了 FP 呢？我讲的很直接，就是它 AFC 真的是不可用，它的拉风箱非常的频繁，失焦率非常的高。那我有跟 Sigma 官方回报这件事情，他是跟我说，他们日后的韧体还会有改善的动作。我们也可以期待，就是 Sigma FP 之后的韧体更新呢，它的 AFC 能不能再提升一些？
那还有一点我想聊聊的部分呢，就是它的连拍，它连拍可以拍摄1秒18张，这是非常快速的连拍，像是 Sony A9 也只有1秒20张。但是凡事都有个但是 ，Sigma FP 1秒18张，但是它并没有 AFC。不过其实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刚前面知道它的 AFC 表现非常不优，所以说那就算了吧。可是还是有1秒18张的实力，还是不错的。那它的快门呢，都是全电子快门。那这个设计其实有好有坏，它的优点呢就是它完全没有声音，完全没有震动。那因为这台相机也没有防手震，所以如果快门没有震动的话呢，其实你的快门速度还可以更慢一点。但是电子快门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呢，就是它是电子式的，所以它感光元件如果不是全域快门的话呢，它就是从上面扫描到下面。那根据专业网站实测起来呢，它从上面扫描到下面的时间差不多是20 ms，20 ms 的话就是50分之1秒。它从上面扫到下面是50分之1秒，就是说你今天就算快门开4000分之1秒，它从上到下不是4000分之1秒哦，它是50分之1秒，但是它的曝光度是4000分之1秒，这样会导致什么？会导致果冻效应非常的严重，而且频闪非常容易出现。那如果是机械式快门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4000分之1秒，它打下来的速度，那个瞬间就是4000分之1秒，它不是用50分之1秒的速度慢慢打下来。接下来有一个重头戏，就是 ISO 的部分。因为我仔细研究一下网络上专业的网站，很多网站还没有评测到这台相机的 ISO， 所以我现在就来跟各位比较一下，就是它跟目前的全幅 ISO 王 A73 比起来的话 ，ISO 表现如何？那我们直接看高 ISO 的部分，6400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的表现器都非常好。那 FP 的话呢，暗部的噪点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仔细看了一下，我是觉得说 FP 是因为它的弱档解出来的饱和度就比较高一点的，所以它的噪点会比较明显。那我们跳到12800，12800跟刚刚一样，看起来都差不多，然后就是 FP 的噪点多了一点点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表现是差不多的，因为整体的锐利度跟画质其实都还是维持得住。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升上去到25600、51200。那51200的话呢，看起来呢也是跟刚刚的观点都一样，就是 FP 的噪点蛮多的，但是它的细节也都有成功保留下来。那再来就是给各位看一下10万的表现，因为10万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那也可以看到，因为 ISO 过高，所以会导致快门比较快，所以会导致说 FP 拍摄出来的话会有频闪的现象，就是我刚刚讲过的电子快门的问题。在相机的高 ISO 我是给予肯定的，就是我觉得跟 A73 是确实可以做对比。好，那关于 ISO 的部分呢，它这次有一个蛮大的特点，就是它的 ISO 可以向下扩展到 ISO 6，ISO 6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那我这边跟各位讲解一下，就是如果你把 ISO 推到6的话呢，它的机身的快门速度是可以设定到500的。那我这边给各位看一张实拍式，这是我用 ISO 6，然后快门250秒所拍摄出来的画面。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 ISO 6对于这种长曝的情况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假如你今天在拍瀑布或是拍车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不用上减光剂，然后让整体进光量更低。但是它是怎么做到这一件事情？因为它的感光元件的原生 ISO 值就是没有这么低啊。那我这边跟各位分析一下，就是假如你今天开 ISO 50的话呢，它其实并不是用 ISO 50去做拍摄，而是它在这个快门的时间里分成2半。然后把2张 ISO 100的图片接在一起。那虽然说这是叠图出来的照片，但是机身内可以做到近乎无缝的叠图呢，我觉得这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好，那现在到了总结的时刻啦，就是 FP 到底适合怎样的人，到底不适合怎样的人。我现在讲讲不适合的人好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拍运动或者是追求性能的玩家的话， FP 绝对是不适合你的，因为它 AFC 表现非常的不优，然后它的连拍虽然很快，但是它连拍不支援 AF。那这台相机的优点一定是比缺点多的，因为它其实才5万多块，可是它的感光元件有这样子的表现，加上它的录影是可以录制 4K RAW 档的，它的录影规格非常的高。那录影的话呢，会在另一支影片跟各位做讲解。那适合这台相机的人呢，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小台又有全片幅高画质的相机的话呢，这台相机就是首选，没有其他选择。你370克有一个全片幅在里面，你同规格的话，你只有 RX1 可以做对比，可是 RX1 也不能换镜头。可这台相机确实可以换镜头的，所以如果你是追求轻便高画质的话呢， FP 绝对是一台
非常好的选择，拿出去旅游也是非常方便的一台相机。而且 L Mount 它的法兰距其实算短的，你也可以转接非常多的老镜。如果你是个老镜玩家的话呢，我也非常推荐你去买 FP 来转接老镜，非常的适合。那电力的部分的话呢，我个人是认为它的电力大概是 A73 现在的一半。那 A73 现在那颗电池续航力其实是津津乐道的，就是它续航力表现非常的好。那 FP 大概就是一半，所以大概就是 Sony 以前的电池等级，就是它电池续航力确实表现算是蛮普通的这样子。好，那这次的影片呢，大概就到这里了。有任何关于 FP 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一起做讨论，或者是跟网友一起讨论也没关系。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欢迎分享、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我是兴趣散的摄影师 Enzo，谢谢各位，拜拜。